的这位嘉宾，我的身高肯定比他高，但是比高没有意思，我们要比低，比接地气。没想到呢，他跟我们制作组说，他最喜欢吃的美食就是路边摊。你猜他最喜欢吃什么？老板，买一个鱼蛋。鱼蛋，还有什么？鱼蛋是最有名的。烧麦，好烧麦。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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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都吃一粒鱼蛋看看，很 Q 弹，很香。我终于懂了。好了，来了来了。全听你说。你好。哎，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买好了王祖蓝的东西，在这边等。哦，好开心哦 ！Hello， 祖蓝你好，一凤你好，你好你好。你知道，先猜猜我带这个东西什么东西给你？凉茶。这个不是应该感觉就是卖凉茶的地方吗？我先打开看你闻到什么味道吗？哦。哎，这不为什么感觉像个火锅的锅底啊？像个火锅。来，我先告诉你，热腾腾的。因为听说你跟制作组讲说，你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些鱼汤啊。哇！然后太贴心了，你要跟我分享吗？我特地买来给你的。哦，咖喱！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香港欢迎你！谢谢你。听说你每次出国公干回来，就想要吃一下这个香港味，你就会感觉很舒服。是的，真的家的味道，真的家的味道。我们本来想要放得漂漂亮亮的，就感觉就不像了。吃一点吧，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回座位。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别浪费。哇，斑斓蛋糕啊！你知道？哇，每次去樟宜机场，那个基本上都要买一个走。哎呦，先吃一点点，润一点点。我先跟祖蓝讲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人，所以如果我有问题超越了你，你要停止我。哦，没问题。但是应该没有这种东西吧？很少。你最怕人家问？没有。如果有一些问题，我觉得超越了，你就会说，我不回答。我直接会越过去。OK， 这个是主持人的功力。那我先问一下好了，你觉得你自己是主持人、歌星、幕后、编剧、导演谐星还是什么？哇，以前吧，我听过一个电影叫大娱乐家。OK， 好。然后所有我们干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娱乐观众的，所以如果真的在各方面都能够娱乐到观众，其实娱乐家这个名字也挺好听。那我今天就跟娱乐家来，但是你真的吃一点点这个斑斓 cake， 然后你要的这个有气泡的水，真的太贴心了，真的连我喝一口什么，喜欢吃一口什么都知道。我们尽量做到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你一点都没有什么架子，就是你要吃的东西很接地气，然后你来到了现场。你也没有给很多百般诸多的要求。听说我们的资料撰稿就是给你们的东西就是我们什么东西都来一次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关系是这样建立的嘛，然后你这个才是真实的一个回应，还有对答。今天我也不敢浪费你太多时间，待会祖蓝就要再赶回去内地，还是有工作的。我觉得我想要快点进入你的专访，我读了一些你的资料然后先从你的童年开始好。哇哦。你的童年让我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顽皮又聪明的人，但是你说你不聪明，这个世界比我聪明的人太多了。你太谦虚了，你太谦虚了。我们只是小聪明，你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少年。也没有很多，基本上能自己照顾自己。你的原生家庭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小时候爸爸当警察，然后后来。就可能觉得有孩子了，会想换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啊。后来就变成一个运泥车的一个司机这样子。
所以当年运泥车的司机比香港警察收入还高。因为那种是多劳多得，就是比如说你开的趟，对，你警察可能就是固定一个月薪这样子嘛，但是你运泥你运的越多，就是每一车算的嘛。哦，那妈妈有工作吗？妈妈结婚之后没有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不算是那种苦哈哈的小孩。也不苦哈哈， OK 也不苦哈哈，其实 OK 的 OK 的中间的那种感觉了，就是有很多兄弟姐妹嘛，我爸爸跟我妈妈，然后就很多孩子，然后大家都玩得蛮开心，童年其实还是挺好的。所以在你的原生家庭里头，请问谁有搞笑细胞？我看到你有说过爸爸会搞笑，也有说过妈妈会搞笑，还是你也有说过爸爸很严肃。我应该这么说，爸爸在我们面前很严肃，但是他在朋友面前很搞笑。你看过他这一面？反正他不在家就搞笑，哦，他在家就是板着一张黑脸的感觉。但是你远处看到爸爸对人的那个搞笑的方法，是你会笑的吗？是无厘头的吗？我会笑的，有一点点无厘头的。然后我就真的在小时候就听过爸爸的朋友说过这么一句话，每一场 party 有你才开心，就是他就是那个群体里面唯一搞笑的那个人，去带动气氛的那个人。我就拿运泥车这件事情来说吧，我奶奶是农村的，她是租了一个地方，然后自己种菜，养鱼，种什么的，然后刚好政府那个时候要收那块地，然后刚好我爸爸跟他的同事到这块地去运泥，运到自己妈妈面。对，因为就填回那个鱼塘，然后我爸爸就有一个同事就偷偷的拿了我奶奶的那个香蕉树里面的上面的香蕉来吃，然后就跟我爸爸说，哎，多吃点，在这边摘的。然后我爸说，你随便吃嘛，我妈的。他知道他这个是无力回天的一件事情，他也会幽默的去面对人生的一些坎坎坷坷。蛮好笑，他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有我后来看过他去他一个同事的婚礼，结果他当了那个婚礼的主持。就随便拿着麦就叭说了一个欢迎各位亲戚朋友啊，弟兄姐妹叭，就他随便就说了一大堆，就原来他是可以当主持的。所以这个是有一点遗传，要不然就是有点影响，多少那个基因在里头。你不这么问的话，我都没感觉，就可能真的有基因在他那边，因为家里面的他是太严肃了，就是传统华人家庭也是。尤其他是警察出身的。对，每天好像军训一样，你坐着，比如说我现在坐着，如果他现在见到我这样子都不喜欢了，就一定要这样。比如说我刚刚这样拿你这个碗仔吃，我就不准这样拿了，必须这样拿。可是我听说你童年是很顽皮的。顽皮也可以说自娱自乐吧。我先问你一下哦，你这个刀是小时候跌倒，肯定是的，是的，肯定是顽皮的小男孩才会脸上坑坑巴巴。那个时候是看一个卡通片，看一个动画片，里面有一个超人，然后就飞到天上了。然后我刚洗完澡，我就拿着毛巾模仿那个超人，然后又忘了自己刚洗完澡，所以地上都是水，然后我就模仿他飞，然后就砰的跳到那个沙发上，结果也忘记了那个不是沙发，是那种凳子硬的，然后那种脚呢就是那种古式中国风的那种椅子，然后一撞上去，然后就这样子。我也做妈的，你就做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到底要打他还是要安慰他？对，可能真的是顽皮，但是我也会说，是动画片教育的不好，应该跟我们说这些不能学的哦。然后我又看到你的那个成绩单里头，老师说，请你要谦虚啊，对，欠礼貌。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老师？天资聪颖但宜谦卑，我记得以节谦虚，对，类似是这样。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老师骄傲了？什么事情让你骄傲？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蛮好的，别人需要回家复习那个功课的，我是看一眼我就记得的。小时候所以基本上我是不用复习功课，然后考试的时候我听完我就记得了以前，所以就骄傲，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然后中国家庭也是这样子，身边的同学的家长，你学王祖蓝呐，他怎么样了？哇，你学王祖蓝又考第1名了，然后觉得哎，谁都要学我。我应该，你们都学我，我就学了他们家长的语气去，基本上都跟同学讲话。所以你没朋友？没朋友。小时候是孤独的，对。所以你长了 IQ， 少长了 EQ， 对，孤独嘛。真的有 IQ 就没有 MQ， 没有 EQ 这样子，对，人际关系、智商都没有。OK， 在这之前，我想要知道你怎么这么有才华？你自己知道的吗？真的是，比如说你的声音、你的模仿、你的搞笑、你的主持、你的文青。一个是老师 ，OK， 一个是观众。观众，你那个时候哪有观众？身边的同学就是观众啊，身边的家长就是观众啊，就是他们凡要表演就哪里出来。就会表演什么那个时候？就扮这个歌星，扮那个歌星，然后扮女人，然后就演戏什么的都有了。然后唱歌呢，就是我很记得那个画面，小学1年级的时候，音乐室上音乐课就在校长室旁边，我就跟着唱，然后老师说好听，你继续，然后再唱一首，不，突然之间校长打开门，谁唱歌那么好听？然后原来这个叫好听，因为自己不知道的，所以现在我发现我女儿唱歌很好听，所以我就更早了。现在她还没进小学，我现在已经跟她说 ，Gabby， 你知道吗？你现在唱歌是很好听的。我希望她早一点知道自己有这个天赋，她就愿意去挖掘它。是，所以你小时候难怪会有那么骄傲的本钱，也是一样。哇，那种感觉就是哇，怎么这么会唱歌？对，你模仿的话都会模仿的吗？模仿就那些香港的歌手吧，罗文吗？罗文也可以呀，关淑怡啊。为什么你都在反串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变声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像现在这样子男生的声音啊，就是那个时候都是唱女生的歌，是不知道是女生的。那个时候跟那些女同学，聊天就打电话给她，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提电话嘛，那个时候是打电话去她家里，然后如果我要跟那个女生聊天，我是直接会用一把女生的声音找她，那她的家长就不会问你是谁。如果你是用一把男生的声音找他，你是谁呀？找我女儿干嘛？哎，你好，小脚佳怡啊，你好。等等，那就 OK 了。那你从很小就会去找女生要干嘛？谈恋爱啊！你很小就要找他谈恋爱？幼儿园已经想谈恋爱了，所以说卡通真的有问题的。等一下，你那个时候真的有没有去找到女朋友？有，小学的时候就那种说我喜欢你，你喜欢我的那种。你有没有用什么技巧？就用可爱呀。高小的时候都很单纯的，写情信，就我爱你，就哎呀，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话可以说？什么 My pen is blue, my love is you 啊，就没了。但是你不是没有什么 EQ 吗？你怎么会惹女孩子喜欢呢？没有朋友，就更需要女朋友。因为一个女朋友能解决所有的男朋友，所有的朋友，对。OK， 等一下，那我现在要回到比较残酷的现实。那年追女朋友是不是比较简单？因为还分不出高低。那个时候，小学没问题，大家还没发育，大家还没发育，差不多中学就不行了。中学就真喜欢，打篮球啊，打排球啊，然后都是那种热血男生，我就文青就没有人要了。那个时候打击你信心了没？你是一个这么骄傲的，打击就反过来更想上台啊。平时我在生活里面我是这样看你的，我上台的时候是你们这样看我的。哇，你的想法一直跟人家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信心被打击的时候，你会用另外一种心情让自己励志，就是不放弃自己，就弥补自己那种自卑吧。对，或者是也是一种斗。那你到了中学变声的时候，你还继续唱歌吗？后来就不能唱合唱团，所以我就变成什么呢？变指挥了。指挥还没变声的男生还有女生。我怎么每次都看到你很开心的在跳跃，碰到问题，你的人生最完美的声线在那个时候又没了，你又去指挥，你甘愿吗？我甘愿了，因为那个时候，
音乐老师走了，没有人指挥，然后新的团队又不知道怎么指挥，然后我后来再指挥呢，学校又拿奖了，然后我指挥，我交的女朋友就是那个伴奏。那你想想，那个时候本来你在一个球队里面，我肯定是不起眼的一个呀。但你在一个合唱团里面，60个人就只看我一个呀。还有你刚刚说遇到困难又跳高了一级，也是动画片的问题。七龙珠里面说的，每一次受伤。还有遇到最大的困难，他反过来能力会越来越强。我们看到祖蓝是觉得是谐星，其实他是一个文青，非常非常的文青，就是冷门艺术啊，加上表演艺术，对，加上他的功课都是1等1的，他是港艺毕业，而且是1等级的学士毕业，还拿了很多的奖学金。跟荣誉学位，感恩的心，现在感恩的心。你这些东西从来都不把它说出来。哇，比我厉害的人太多了，现在真的我都不敢演戏了。以前，可是我先讲一下，你要去成为文青之前，你在这一条道路上，是不是家人很纵容你，才可以让你这个天才肆无忌惮的去发挥你的艺术细胞？可能也是我的爸爸。就是我妈那边的传统家庭很希望我能进一些正统的大学，没想过你要进表演的学校，所以那个时候妈妈她是很不喜欢的，但是家里老实说是爸爸说了算，爸爸结果就觉得你要怎样就怎样。那你自己呢？你自己知道你有天赋？我只能说50-50，是有一半的天赋的，但另外一半是后来因为太喜欢表演艺术，结果学习成绩不好，也老实说也进不了正常大学，所以就是糊里糊涂的就你说100%真的想到演艺圈发展吗？不是，一半是逃避自己外面的可能学校里面的一些不够好。可是你的家庭背景允许你去上这种不稳定的一个科目吗？因为我看到就是您的父亲生病，大概在演艺学院的时候就开始有癌症了。那个时候刚发现就说只有3个月，哇，对，因为他开始病了，所以失去了工作能力，所以有点像我们叫半工半读吧。你半工半读把自己的学费给香港政府也挺好的，他是资助。当政府知道你是这个情况呢，就比如说我爸已经没有工作能力，我妈也要照顾我爸跟我们3个，那政府是有一个援助金，然后另外你作为一个学生赚多少钱，但不会扣掉你原来那个援助金，就作为你额外帮助你自己家庭的补助的一些收入这样子。你从一个会从厕所飞出来跌倒的人，变成要扛起爸爸的债务，因为那个时候医疗费嘛，我们也没谈。你们有倾家荡产的去整治他，是负债、生活、前途这3样扛在一个长子身上，我相信都是香港是传统的吧？第一是长子了，对，就是不只是我在我自己这个家庭里面，在我的家族里面我也是长孙，但是就是因为那么多人疼爱我爸爸。其实他们老实说，所谓的债务，他们没有催我还的。他们也不是环境很好的人，所以后来我觉得，如果我有赚钱能力，我应该先还给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们家庭的一个凝聚力，跟你对爱的一种承诺，好一种回复。可是，在你那个年纪上，你能够靠你的什么天赋或本领去半工半读？你做什么？在广播电台里面做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呢，因为那个时候还出镜，我估计我没什么钱赚呢。然后配音啊，电台里面有那些广播剧啊，我就写剧本啊。然后教书，就是去那些学校里面教他们一些戏剧的表演的技巧啊等等。可是以你的才华是已经天赋的才华，但是没有。可能在那个年纪上，或者是在那个时候，会觉得你自己都觉得我不是刘德华，而且那时候你神仙打架的年代出现的都是梁朝伟、刘德华那些，你会觉得自己要成为艺人，好像不够格。我已经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目前的艺人了，因为我5年的学习，表演学校5年的学习，我只是主演过1部戏，也可以说是半部戏，因为是
A B 角。啊，对，所以后来就觉得哇，5年才一部戏主演，我应该没什么机会了。我本来报读了导演系的，但是因为那年是我本来爸爸去世以后就留给我们家一个保险金，后来那个保险金因为某一个亲戚借了，然后没还，就1分钱都没留下来了，所以我就逼着一定要出来工作。所以后来就放弃了导演系，直接进了电视台，做少儿节目。你是做儿童主持人，听说你也还是有一点郁郁寡欢的，就不是很。刚开始的时候，只是面试了之后有点郁郁寡欢，为什么呢？就是哇 ，TVB 面试，哇，肯定是请那些要请一些小生啊、演戏啊、男一啊什么的。然后我装的很成熟的去，那个时候我还装的以为自己是张家辉啊那种，结果去到面试完，然后请你，很开心。结果是什么呢？请你做少儿节目，还要做手偶，对，然后手偶的声音也要自己配等等。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爸爸走了，最大的困难都过了，所以也没感觉那么困难。就是有的做就好了吧。对，因为我那个时候的目标是还债。对，还有生活啊。对，为什么我觉得很感恩，都没有很辛苦，一个月大概有16000到18000的港币，单纯从 TVB 来的那个工资，然后自己在外面，我以前的那个电台的工作还在继续，填词的工作还继续，编剧的工作还继续，所以那些我那个时候刚毕业出来，配音啊啥加起来，我几万块钱港币一个月的。所以你用多少的时间把当初的那个债务给还完？2年左右吧，因为我跟自己说，我没还完这个债，我不去旅行。所以我记得我是演艺学院第3年还完债了，就跟同学们很开心的约了去了一次泰国。所以当你把那些债务还清了之后，我就觉得你已经看到自己的人生的样貌，但是又是很残酷的。我先讲，你在我心中才华是第一，很帅，你的才华跟感谢真的。可是感谢。可是当你自己在面对人生的时候，尤其在香港啊，可能更残酷。你会觉得自己即便是再有才华，很难在这个时候闯出来。那个时候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当那个时候的黎耀祥，就不是后来拿影帝的黎耀祥。黎耀祥在每个那个时候的电视剧里面都是一个黄金配角。如果我能当一个黄金配角，然后每个月有几万块港币，我很 OK。还有那个时候我的理想还是在舞台，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能去演舞台剧，所以我没觉得我没有梦想。我觉得很完美的那个时候，而且你在舞台剧的表现也是很精湛的，因为你在那边提名过最佳男主角跟最佳男配角，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行业你都是一个佼佼者。最好笑那个时候是最佳男主角的提名是悲剧。哎，喜剧人演悲剧更痛，就很像你最近演的那个《只属于我们的一天》。喜剧人在抓悲剧的时候最痛了，因为我们最敏感。我们都说，其实都是用喜剧去掩盖自己心里面的痛苦。对，笑得越大声的人，可能心里面越痛苦。是，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梦想，就是我知道你很喜欢京剧，为什么你会对京剧这么着迷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亚洲的文化协会做的一个舞台演出，他做 Shakespeare 的 King Lear， 但是用了亚洲的棉兰剧、日本的能剧、中国的京剧去表现整个 King Lear。King Lear 就是那个 King 就是皇帝嘛，所以他就找了一个日本能剧的演员，就很有威严。然后京剧大公主就是那个反派嘛，他就用了一个京剧的男旦去表现他的阴险，就是弟弟，你是我弟弟。就我听完之后，那么神奇的京剧，我就一下子我就被迷住了。然后后来我就问老师，京剧最厉害是谁？他说梅兰芳。我一看梅兰芳，我看《霸王别姬》，我看哭了。我想不到自己我会看一个戏曲表演会看哭，就后来就自己去演了等等。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就觉得，可能心里面老实说也有一种，还是那句话，我还是有一种
那种斗心啊。就是如果正常演一个小生，我比不过你，那我演一个你不懂的，你肯定比不过我。那你觉得什么？结果我就音乐剧跟京剧那个时候就真的没人懂，那个时候我就真的研究了好几年的，对。所以就演青衣。青衣，因为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武生不可能了，武功已经不如其他人了嘛。然后小生我的嗓音又不行，但因为小时候扮女生打电话给女同学扮得多，所以还留着那个小嗓。我真的觉得啊，祖蓝他是一个人生当中每一步都是知己知彼的一场战斗。老天爷待你不薄，但也没有对你特别好。你就每一场战斗，你都知己知彼，去衡量别人，衡量市场，然后再看到对方，看到整个 market 的需要，你把自己的定位抓得很准。就是那种好胜心也蛮强，就觉得还是希望赢，还是希望有点认可，也还是希望有一点点那种虚荣。老实说，我觉得刚刚说是你的天赋方面的另外一个最令我真的是最佩服的，就是你的模仿能力。哦，谢谢。那你模仿啊恶搞，你不怕踩到一点点雷区吗？后来我们就是玩泥潭啊，化个丑妆啊等等，那个时候中国内地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开启了不一样的综艺的一个玩法。当初追你老婆的时候难追吗？难，我们的爱情就是无间道，3年又3年，3年又3年。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